今天啊，咱不聊这大漂亮的事儿了，换个温和的话题缓缓。中国有句老话叫"打仗亲兄弟啊，上阵父子兵"，就是说这个当爹的跟当儿子的，那得是这个世界上最铁的盟友。可是你猜怎么着？就在2026年的1月3号，一位84岁的老爷子啊，硬是亲笔签了一纸声明，跟自己的亲儿子断绝父子关系啊。这老爷子呢，他就是双星的创始人老邪王汪海。这个声明了，那说的是斩钉截铁啊，我汪海跟汪军啊不再是父子了，我的企业啊也绝不交给你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这个儿子不孝顺吗？没给养老钱？要光是这点家长里短，那就不叫新闻了。这个事儿的核心就一点，这个儿子呢，他不是中国人了，他是美国人。你没听错啊，就是汪海的那个儿子汪军，还有他那个儿媳妇徐英，两口子啊全是美国国籍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老爹在这边是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，把这个双星是干成民族品牌，干成了中国鞋王，结果一回头，嘿，接班人成了杨大人了。老王这回是真急眼了啊！为了保住这个中国企业的招牌啊，为了不让这个企业变成美国人的提款机，他连儿子都不要了。那这个事一出来吧，网上都炸了锅了。有的人就说啊，哎呀，这个老头子太倔啊。那有的人说，是不是这个儿子太贪了？今天啊，我就跟你好好聊聊这场关乎民族品牌的事儿。咱们先得把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给捋一捋啊。这父子俩是怎样翻脸的？你以为是这个老王一开始就不给儿子啊？那也不是。你说哪个当爹的不想把这个家业传给儿子呢？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啊，根深蒂固呀。坏就坏在那个吃相上啊。这个儿子和儿媳妇呢，那可真的是刘国阳的精英啊，玩起资本运作那一套啊，那是心狠手辣啊，六亲不认。大概是2022年那会儿吧，这老王可能觉得是岁数大了，这精力不济了。这会儿呢，这个媳妇儿徐英就来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他还没有露出那口獠牙呢。他搞了个公司，叫什么青海星迈达。他就通过这个公司给这个双星名人集团增资。简单点就是好比说，这个老王呢盖了一座4合院，这是老王的家底儿。这儿媳妇就过来说呀，爸，我看这个房子有点旧了，那我出钱给你装修装修，再盖2间房吧。这老王一想呢，一家人嘛，行啊，你出钱你盖呗。结果这一盖不要紧啊，这儿媳妇拿着账本就过来了呀。爸，你看啊，这个装修钱，这个盖房钱加起来啊，比你这个破房子原本的价值都高啊。所以啊，现在这个4合院56.96%的产权归我了。你呢，以后就是个住户啊，房东是我了啊。这不就是明抢吗？这不就是咱们玩游戏里的偷塔吗？这笔增资下去啊，这个儿媳妇徐英啊，他就直接成了双星名人集团的第1大股东啊。老王当时可能还蒙在鼓里或者说他对家里人嘛没有那么多防备。你说毕竟是儿媳妇嘛。可是到了2025年，这图穷匕见的时候就到了。老王发现自己在这个董事会说话不好使呀。那以前都是汪总一句话全场抖3抖，现在是汪总您歇着，我们投票表决。最绝的是这个2025年的12月2号，这个儿媳妇徐英呢发了个严正声明，那个口气简直就是要把老王往死里逼啊！这声明里说他已经是新董事长了，控诉老王霸占营业执照、私刻公章，赖着不走。哎呦喂，你听听啊，这是一个晚辈对长辈说的话吗？这是一个儿媳妇对公公说的话吗？老王那是双星的缔造者呀，那是双星的魂。老王当时就炸了呀！什么董事会啊？你们开会通知我了吗？你们那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政变？这就演变成了后来的抢公章大战。你别说啊，这年头吧，大公司抢公章这个事不少，但这回它不一样。这回呢，是老父亲死死抱着公章，就像抱着自己的命根子呀，不想让这枚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印章落到那2个美国人的手里。说到这儿吧，可能有人会抬杠啊，你这有点狭隘了吧？现在都全球化了呀，老板是哪国人有那么重要吗？只要这个企业赚钱不就行了吗？嘿，你要是这么想吧，那你可就太小看老王的格局了，也太小看这背后的风险了。老王为什么这么在意儿子是美国籍这个事儿呢？
你得知道老王是个什么人啊，他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啊，穿着布鞋走进央视演播厅，在这个国际展会上敢拿着中国鞋跟洋鬼子叫板的人。在他心里面啊，这个双星啊，它不仅仅是个挣钱的机器啊，那是一面旗帜啊，那是中国制造这块金字招牌的一个角啊。你说现在呢，这个旗手要换人了，换成谁呢？换成2个对着星条旗宣过誓的美国人。哎，你想想啊，咱且不说这感情上咱接受不了，咱就说点实际的利益啊。那根据咱们国家的公司法和外商投资法，外籍人士控制这种涉及民族品牌的企业，那是有很多政策红线的。这更可怕的是什么呢？是屁股决定脑袋。那个汪军和许英吧，他既然入了美国籍，那他们的利益中心在哪儿呢？他肯定是在那边啊。一旦他们拿到这个双星的绝对控制权，哎，你能保证他们不会搞什么幺蛾子啊？我给你举个现成的例子啊，就是前2年的事了，也是一家挺有名的中国企业做小家电的，那本来是好好的吧，后来传给了一个外籍继承人。这哥们儿一上来呢，先干了一件事啊，就是把官网上所有的 Made in China 给删了，这就叫去中国化呀。哎，他觉得贴着这个中国的标签丢人呀，想装洋品牌。那紧接着呢，把这个国内的工厂给关了，搬到墨西哥去了，说是那边的人工便宜啊，离这个美国市场近。最后国内呢就差一个客服中心，接电话挨骂。结果呢，没过3年啊，这个牌子啊在这个国内市场彻底就臭了。咱们老百姓又不傻是吧？哎，你都看不起中国，我还买你的东西啊？我是贱骨头吗？那最后呢，这个企业市场份额就跌到谷底。那个杨少爷拍拍屁股走了，把这个烂摊子呢留给了原来的老员工。这老王啊，他怕的就是这个，他就怕这个双星呢也变成这样子的。儿子儿媳妇啊，哪天要是觉得这个中国市场不赚钱了，或者说是美国那边呢有个什么制裁令了，他们会不会直接把这个双星给卖了呢？会不会把几万中国工人的饭给砸了？这太有可能了啊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吧，这就是个资产啊，是个数字。但是对于老王来说，这是命啊。所以老王那句话说的是特别到位，中国企业必须掌握在中国人手里。这个不是排外啊，这是为了安全。其实吧，这个事儿啊，走到断绝关系这一步吧，那除了是个国际问题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，就是这爷俩的3观不合。这也是咱们中国好多民营企业现在面临的大问题啊。创一代和富二代的代沟，那是比马里亚纳海沟还深啊。这老王呢，他是军人出身，干过采购员，当过车间主任，他是从这个泥坑里爬出来的呀。那他的经营理念是什么呢？是做中国人穿得起的鞋。你可以看看双星那些鞋啊，都是几十块钱、100来块钱，又结实又耐造的。这老王心里面装的是百姓，是那些在大街上干活的工人，是那些在操场上踢球的学生。他觉得企业呢得有这个社会责任，得讲情怀。但是他那个儿子汪军呢，那是喝洋墨水长大的呀。在这个美国吧，他受的是那个商学院的那套教育啊，满嘴是什么呢？是这个资本回报率啦，品牌溢价啦，国际化战略啦，杠杆收购啦。听说啊，这个汪军早年呢也试着回国接班过，结果这个爷俩天天吵架啊。汪军说啊，爸，咱这个鞋太土了呀，卖不上价，咱得搞高端的，得请这个好莱坞明星代言，得卖几千块钱一双，那样利润才高呀。这老王一听就火了啊！哎，你那是做鞋吗？你那是骗钱！咱们双星啊，就是给老百姓穿的。那汪军又说啊，爸，咱得把这公司上市，搞这个资本运作，哪怕不卖鞋，靠这个炒股也能挣钱。老王就更火了呀！我干了一辈子的实业，我最恨的就是投机倒把，不卖鞋，双星还叫双星吗？你看看啊，这就是根本的冲突。一个呢是要守正，一个呢要出奇，一个呢是要扎根，一个呢是要飞天。那要是汪军是中国籍，可能这个老王吧，他还能忍忍，慢慢教。可是现在呢，这个汪军他不但是资本那一派的，他是个美国人。那这在老王看来啊，这个儿子呢，不仅是路走歪了，那是连根都拔了。老王心里肯定在想，我要是把这个企业交给你，你肯定会嫌它土呀，你肯定会把它拆分了卖掉，你会把它变成我完全不认识的样子。与其看着亲生儿子毁了我的心血，哎，不如我亲手把这儿子给切了。这次老王最狠的一招啊，他还不是断绝父子关系，他在那个声明里啊，还宣布了一件事儿，成立双星名人品牌接班委员会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意味着啊，他彻底放弃了子承父业这个老规矩，
他说了啊，我不让儿子接班了，我要在这个全社会啊选拔这个有能力、有情怀的中国人啊来接管双星。嘿，这一招啊，那是真叫一个高啊，也真叫一个绝。咱们中国人的企业，尤其是这个家族企业，那最大的坎儿就是接班。多少老板明知道自己孩子呢是个阿斗，是个败家子儿，那也得硬着头皮把这个皇位传给他。为什么呢？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但是老王这回啊是彻底想通了呀。与其把这个企业交给一个不靠谱的儿子，你不如把他交给一个最靠谱的外人。只要你是中国人啊，只要你认同双星的文化，只要你有本事，那这个企业就交给你管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就叫大义灭亲，这就叫公而忘私。这一招吧，直接把那个美国儿子的合法性给釜底抽薪了。你不是抢股权吗？你不是抢公章吗？行，那我就把这个法统给改了。我现在啊，告诉天下人，你汪军虽然流着我身上的血，但是你已经不再是双星精神的继承人了。双星的继承人啊，是千千万万个有志气的中国企业家。这一下，舆论这把火是彻底烧起来了。那两口子呢，在这个美国拿着公章又能怎么样呢？拿着营业执照又能怎么样？全中国的消费者都不认你啊！双星的员工不听你的，这供应商不搭理你。老王这就是在用自己的威信啊，给这个双星筑了一道最后防线。那当然了啊，也有人说闲话呀，说老王这个是不是太情绪化了呀？是不是个老糊涂了呀？还有人说，这是不是这个企业内部斗争太黑了？老王被架空了，没招了才这么干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不管这个内情它有多复杂，不管他是不是被逼无奈，老王这个岁数啊，能做出这个决定，能喊出中国企业必须掌握在中国人手里这句话啊，他就是条汉子呀。他这一嗓子喊醒了多少装睡的人呀？那现在有多少这个富二代啊，拿着家里面的钱去这个国外挥霍啊，入了外籍，回头呢还想回来接着捞金。老王就是给这帮人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想挣中国的钱，先摆着你的屁股；想接老子的班，先守着你的魂。这现在呢还在打官司，法院怎么判啊？咱也不知道。那个公章最后归谁呢？咱们也不知道。但是这个事儿的结局吧，其实在老百姓心里已经判了。在这场博弈里呢，老王看似是个输家，他失去了儿子，失去了家庭的和睦啊，甚至晚景凄凉，还要跟亲人对簿公堂。但是在我看来吧，他是赢家。他守住自己的底线啊，他守住自己的信仰啊。在这个金钱至上的年代啊，还有人愿意为了一个名分，为了一份责任，去跟这个至亲决裂啊！你说这得多大的勇气啊！他让我们看到了这老一辈企业家身上那种特有的拙劲儿啊。他们不懂什么高深的金融啊，也不懂什么国际避税啊，他们就懂一件事啊，这地是中国地，这鞋是中国鞋，这心也得是中国心。特美普那边是天天喊着美国优先，咱们这边的企业家要是连中国优先都不敢喊，那才叫没出息呢。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啦。你说你要是摊上这么一儿子，你会怎么选呢？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